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飞行，直升机缓缓降落在了北欧皇室在北欧第2大城市伯根的行宫。皇室的行宫位于郊区，占地面积很大，不过由于近些年北欧皇室衰败，国会又一直在削减皇室预算的缘故，这座行宫也因为缺乏修缮而显得有些落败。北欧皇室自己的财政状况也并不乐观，虽说资产也有超过10亿欧元，但那大多数都是不动产的折价，而且这些不动产北欧皇室是一辈子也不能变卖的。比如他们在首都奥苏城的皇宫，以及在伯根的行宫，值钱是值钱，可一旦到了变卖祖产的地步，肯定也会遭到北欧人民的唾弃。就好像英格兰皇室扭头把他们那个白金汉宫卖了一样，必定会引发轩然大波。直升机降落之后，叶晨便能感觉出这里的捉襟见肘。偌大的行宫，值守的工作人员只有寥寥几人，而且行宫正中央的广场上，石材铺就的地面已经有许多破损处尚未修补。更离谱的是，就连4周照明的路灯都有超过1/3是不亮的。海伦娜也没想到，这处行宫现如今竟是如此破败。自从他在北欧皇室失去依靠开始，他已经有年头没来过这座行宫，眼见如此破败景象，一时间也有些许尴尬，只能有些惭愧地对叶晨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叶先生，这里年久失修，保持的状态不是太好，还请您不要介意。”海伦娜刚结束登基大典之后，管家曾跟她提起过这座行宫的情况，希望皇室能够拨款1000万欧元来对这座行宫进行修缮。但海伦娜为了缩减皇室的开支，拒绝了对方的提议。彼时的她更希望能把资金拿出来，多做一些活动与宣传，来增强北欧皇室的影响力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有一天这座行宫竟然会跟叶晨产生交集。早知会有今天，他就算把1分钱掰成2半，也要挤出一些预算来把这座行宫修缮一番，起码不能让它看起来如此寒酸。叶晨也看出海伦娜有些窘迫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：“我觉得这里挺好的，很有北欧的地方特色，而且看起来应该是真正的历史建筑，不像那些旅游景区，全是一些现代仿古的建筑。虽然富丽堂皇，但是又给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。”海伦娜轻轻点了点头，介绍道：“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，虽然经历了很多次修缮，但整体框架和大部分结构都一直没变过，而且上一次成规模的修缮应该能追溯到1980年了。”说着，海伦娜又有些感慨地说道：“不过我也有很多年没来过这里了，自从我父亲去世就没有再来过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眼见时间距离对方降落还有2-3个小时，便笑着对海伦娜说道：“时间还早，不如带我参观一下。”“好啊。”海伦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笑道：“虽然很多年没来过了，但我对这里的记忆还是很深刻的。”就在叶晨在海伦娜的陪伴下参观这座古老的行宫时，远泰国际速运的那架波音777正在跨越芬兰上空，距离伯根还有差不多1300公里的距离。万破军与他精心挑选的20名万龙殿将士，此时已经在奥苏城降落，而他落地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远泰速运那架飞机的轨迹发给了叶晨。叶晨也沉得住气，一直到对方仅剩下1个小时航程的时候，暂时告别了海伦娜，身穿一袭黑衣，独自一人驾车前往伯根机场。根据李亚林的分析，上一次547他们前往纽约执行这个神秘组织的任务，是先被远泰国际速运以货运的方式运抵墨西哥，然后从墨西哥走陆路偷渡进入美国。所以叶晨与李亚林都觉得，对方这次的真实目的地应该不是伯根，伯根大概率只是他们此次执行任务的一个跳板。
他们大概率也是通过货运的方式将死士运抵博根，然后再转用其他途径将死士运到其他城市，或者直接运出北欧。因此叶晨的打算是在这架飞机落地之前潜入博根国际机场，盯紧这架飞机以及这架飞机卸下来的人和货物，看看他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，目标究竟是谁。博根虽然是挪威第2大城市，但毕竟人口规模只有几十万，所以博根国际机场的规模也并不算大。机场临海而建，跑到城南北方向，航站楼位于机场中央位置，机务和物流区域则分别在航站楼的一上一下。由于北欧是欧盟国家之一，而且博根的国际航班几乎都是欧盟内国家，所以海关的管理相对松散，降落在这里的国际航班，无论是客机还是货机，都几乎没有严格的入境审查。机场只有3个正常出入的路径，一个是正常旅客通行的航站楼，一个是内部员工通行的员工通道，另一个是货物进出的专业出入口。而机场的安保情况也非常流程化，整个机场大部分都被铁篱笆围住，搭配钢制的刀片刺网和安防监控设备，就是这里最主力的安防措施。至于安保人员，整体规模不大，而且巡逻也并不算积极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猫在监控室里盯着监控和安防设备，一旦有情况立刻赶去处理。不过由于安防设备越来越先进，所以即便没有人员巡逻，也基本没有人能够悄无声息地通过这些设备的监控，所以机场也几乎没有发生过非法入侵的情况。即便偶有自不量力的人试图通过外围的安防措施进入到机场内部，也都被安防设备精确识别，往往人刚靠近，安防人员就收到了警报，等他们赶到的时候，人往往还在铁篱笆上，想办法突破锋利的刀片刺网。所以即便有普通人想要潜入机场，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。当然这是在没遇到叶晨之前。对叶晨来说，这种3米多高的铁篱笆根本就形同虚设，他只需要轻轻跃起，便能在跳过铁篱笆的同时，还能躲开2侧的安防监控设备。于是赶在飞机降落前20分钟，叶晨轻轻松松地混入了机场内部，在漆黑的跑道一侧静候那架波音777的到来。由于此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，整个机场已经陷入一片沉静。叶晨此时戴着无线耳机，耳机里正在与万破军、李亚林进行实时通讯。此时万破军告诉叶晨，叶先生，根据机场的进出港信息显示，今天晚上客运航班的进出港已经结束，剩下的就全是货运航班了，而且未来3小时内要进港的货机只有7架，时间间隔拉得很长，下一个降落的航班就是远泰国际速运的那架波音777。叶晨低声回应道，飞机降落之前，我们再核对一下信息。好的，叶先生。5分钟后，叶晨已经能在南边的天空中看到一个缓慢移动的光点。他与万破军交叉比对了一下，根据航班轨迹显示，正是那架飞机无疑。随后那光点越来越近，越来越低。不过那架飞机在降落前调整方向，从机场南侧飞到机场北侧，在15分钟后又跑到北侧逆风降落。叶晨的眼睛一直盯着这架飞机，眼见它落地之后打开反推，随后迅速将速度降低至滑行速度，然后便在引导车的引导下脱离轨道，向着机场南侧的货运场一路滑行。与此同时，叶晨也一路紧跟这架飞机，在黑暗之中快速穿行。几分钟后，这架飞机便在货运场外的露天停机坪停稳。多名装卸工已经驾驶着装卸车和运输车，提前在这里等候。待货机舱门打开之后，
这些装卸工便通过升降的装卸车举升到机舱侧面，将舱门打开之后，便开始将一组组用集装板打板好的货物逐一从机舱内卸下。由于货机的运输采用模块化的方式，所有货物都按板打包，通俗来说就是一个3.1米乘2.4米的专用铝板，铝板有统一规格的固定位。所有货物都一板一板装好，整板运送至机舱内部固定，卸货时也是采用整板卸下的方式来提高装卸效率。这架飞机很快就卸下了4个集装板，而且每个集装板都几乎装满了货，看不出任何异常。叶晨低声说道，目前看，飞机上卸下来的都是正儿八经的货物，没看到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。万破军忍不住问叶先生，对方会不会将死尸藏在货物里了？叶晨释放些许灵气查探一番后，笃定地说道，这些货物里面没有人，起码目前已经卸下来的还没有。说着，叶晨眉头忽然皱了起来，忍不住嘀咕一句，有点奇怪。让叶晨感到奇怪的是，为了卸这几个集装板，下面几名装卸工竟然还轮番上阵，每当一个集装板被卸下来，他们就要换一个人上去。正常来说，娴熟的工作应该是合理分工，负责操控设备的专门操控设备，负责搬运的专门负责搬运，负责运输的专门运输。像这种大家轮番上阵，逐个去机舱内运输集装板的行为就显得十分诡异。叶晨立刻依靠灵气无孔不入的感知能力，发现了其中的端倪。原来飞机的货舱内部此时还藏了8个人，只是这8人一直藏在几十米机舱的尽头处，外界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他们。而且每一个上去搬运集装板的工作人员，在进入机舱内部之后，都会跟机舱内的一人互换，他自己躲在机舱内，由那个替换他的人出来，将新的一板货物推出。叶晨也立刻明白了他们的套路，用他们自己的人换掉了这些工作人员。被换掉的工作人员就藏在飞机里，换出去的这些人则可以冒用他们的身份，堂而皇之地离开机场，并且不会留下任何人入境的记录。更诡异的是，叶晨经过仔细观察发现，虽然人在里面确实发生了交换，但进去的人和换出来的人穿着、打扮甚至容貌都一模一样。叶晨经过更加仔细的查探之后才发现，这些换出来的人每一个脸上都沾着非常逼真的硅胶面具。也正是通过这种逼真的硅胶面具，让他们具备了与那些工作人员几乎一样的五官，肉眼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。看到这里，叶晨心中暗忖，难道这些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是那个神秘组织的成员？很快，最后一名被换出来的神秘人用实际行动给了叶晨解答。他在与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互换之后，立刻从袖口抽出一把匕首，紧接着他的右手猛然一挥，8名被换进去的工作人员竟瞬间被他一刀封喉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